各位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开始在这儿直播闲聊了。闲聊的事儿有点麻烦，就是什么冲煞太岁的事儿啊，尤其是本命年呐、刑太岁、害太岁哈、反正就是这个流年不顺的朋友们呢，可以聊一聊。那我呢，先起个引子哈。我记得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咱们给大家讲过，马来西亚一位朋友哈，他那个就是他好像是什么冲太岁是什么？他是本命年哈，本命年本命年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有天晚上呢，就是在本命年那一年嘛哈，去年还是前年哈，对，他晚上睡觉呢，突然想上厕所，就爬起来上厕所，一进厕所门儿可是因为马来西亚热嘛，常年都30多度哈，像火炉子一样。哎，他头顶上睡觉的这个床铺头顶上就挂着个电扇，还在转，那个电扇在旋转中啪就砸下来了。是多危险。你看他刚进厕所对就离开了这个床铺哈，那其实我们没有测试过，也没胆量测试哈。一个铁的电扇特别在带着电旋转中挺快的哈，是这也给甩下来的话，砸到头上，不知道是多么大程度的伤害哈。应该没事儿吧？肯定非常危险。他是这个样的情况，是我补充一下补充吧。对，他这位网友呢，他刚好那一年呢，他跟他的儿子都犯太岁。然后呢，但是呢，他很幸运，他听了师傅的开示，在年初的时候然后师傅也有知道我们犯太岁那一年就要多小心多行善，多做功德希望就是借助佛菩萨的力量我们也能平安度过这一年。所以这个网友呢，他给他跟他儿子都有点了安太岁灯。哦，还点灯了。对，他点灯了。怪不得关键时候上厕所去了。真的，哦因为就是不到3个月以后，就是他点完灯的这3个月以后呢，就是发生了刚刚师傅说的这个这事情。件事儿。对，哦。就是他的儿子，他本来儿子儿媳妇都跟他一起住的嘛。嗯那一天就是很奇怪，儿媳妇有个事儿，就是回娘家住了。嗯就只有儿子在家。然后他说这个儿子呢，平时11点钟晚上也差不多就睡着了，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天他一直划手机，划到1点钟。哦。对，就一直没有睡，然后就在床上也可能觉得，也无聊嘛，就划划手机，然后突然间呢，就在他划手机当中，他就觉得肚子痛了。他马上就痛的有点受不了，马上就跑厕所。然后他跑厕所的当下，他跑出门了他就听到就是有个巨响在他的房间里巨大的嘣。响声。对，然后哇，什么事？他回头一看，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有那种旋转的风扇嘛，就在头顶上。都是旋转的。就是在旋转在头上的，不是那个站立式的。对。然后他就看到他房间里那个旋转的就是天花扇呢，那种风扇。天花板上那个风扇。风扇对，就掉到他床上本来他躺着的那个地方。哦。就正好就落在了那一边。哇，他真的是倒吸一口凉气，因为如果他还在的话，在那个床上他就被砸到了。然后至少被砸伤的。不堪设想，是。想想都可怕。那如果说他的那个儿媳妇那一天，就是没有回娘家，跟他一起，就是11点钟就睡着的话，那也是2个人。对，就很危险。2个人就一个回了娘家，一个就晚上怎么，就不想睡觉，划手机，最后还关键时刻肚子痛要去上厕所。对，所以这个网友就说：“哎呀，他回想起来都后怕，然后非常感恩，当时候师傅提醒我们要点这个安太岁灯。对。关键时候就佛菩萨给了一个指引和一个提点，快点快点走，这边危险然后就马上就化险为夷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其实我也是前一阵子有一个网友给我们来信哈，师傅也是本命年这是一个小姑娘哈，她呢也是刚谈了个男朋友，正好碰到男朋友的本命年。那小姑娘也是爱男朋友嘛，跟师傅学了，本命年也要多护佑哈，就给那男孩呢请了一颗师傅加持的天珠那个男孩是做什么呢？他是在这个轮胎店里帮人换轮胎的。
啊，就是你轮胎瘪了呀，就开过去哈，人就给换哈，打气了然后换。然后这个小组这个小姑娘给男朋友请了天珠，可能就10来天吧哈。有一天男朋友回来告诉她，发生了一件特别惊险的事情啊，在轮胎店，他说他就是在帮一个人在打那个轮胎的时候，打到了一半儿，就是基本上快打好了，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然后他就一转头，说是转向左边，说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嘣的一声，那个轮胎就爆炸了。天哪！啊，然后那个震动的那个声音啊，就是周围的，就是好像周围的那些房屋的那些邻居都出来看，然后他都闻见很浓的那种烧焦的味道，然后那个轮胎的片四散嘛哈。后来呢，他就说，其实做他们这个行业的是挺危险的，经常遇到这种轮胎爆炸的话哈，那种碎片就把人会打伤、割伤，而且最严重的是耳朵经常会容易因为这样的事故就聋了。结果呢，这个小组的男朋友身上看了一下，检查了一下，他不是及时转了个头吗？脸部身上没有任何割伤，耳朵也完好无损啊。就是本命年，他还是经历了一件这样子的，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故哈。但是经历了，哎，怎么他就没事？师傅，你看，天珠啊！但是咱们聊的是本命年的一些麻烦事儿哈。是。如果他没有做过这些功德哈，或者做了功德呢，也还出了一些事儿。所以我想让朋友们呢来分享一下，说相关这种本命年呢，有这种冲煞之气的这些灾难的事儿哈。看看哪位朋友有，或者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哈，有这种事儿呢，来给咱们聊一聊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就是想分享相关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就是申请留言，申请发言。但是交代一下规矩吧哈。啊，对，也是我们也是非常感恩师傅哈，来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天。那我们也要本着这个恭敬尊重的这样的态度哈，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在 X 频道上跟师傅说话呢，如果乱说话、不尊敬哈，有任何这样子诋毁啊，或者是污蔑这样子的语言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要对不起了哈，就没有办法继续和这样的网友进行聊天了。也是感恩大家的理解。好。对，包括政治话题呀、宗教话题呀，或者一些不雅的哈，大家不可以公开乱讨论的话题，就不要在这提啊。那么大家议论的问题，只是说适用于今天的话题内容的，才可以哈。真诚想聊这类话题的人，才可以聊下去哈。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这样的人哈。来，咱们选一位吧。对，我们现在有3位网友已经申请都预备了发言啊。好吧，那你看着点一个吧。看在哪里？这个好 Ada， ，Ada。好 Ada 网友来，先开一下。好 Ada 网友，您可以开一下麦克。师傅您好。哎，你好，你好。师傅，我今年属猴，犯太岁，我觉得今年我比较不顺利，身体而且不健康。我有修八卦内功，有修大光明，参加公修，还有为自己做了很多功德，我觉得当然是有帮助了不少，可是还是不顺利。不太顺利，可以说说吗？好像工作方面，就有莫名的挑战。好像事项已经做的，好像就做的还可以，可是就有同事或者上司就抓到一些小漏洞，然后就把它小题大做起来，然后就好像就要来帮忙收尾这样子。就其实这些事情，其他同事也是有同类似的问题，可是就没有被这个问题就没有被炒得这么严重，所以我觉得今年我工作方面不是很顺利。对，你那个属猴的话呢，就在今年哈，在这个蛇年的话，本来就属于叫刑太岁，它叫刑破双太岁哈，就是2个不利于你的这个上天的星象能量，就落在属猴的朋友头上去。所以呢，就在于，如果是其他同事如果不属猴的话呢，
就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所以那属猴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挺不太顺利的感觉。但是说，那你也去做功德，我觉得呢，在这种诸事不利的时候呢，能第一个保住工作，是吧？诸事不顺的时候呢，往往我会提醒大家哈，第一个就是要静下来，就是别乱动啊。第二个呢，不图发展。第三个呢，就处于叫自保。对啊，你从工作也好，还有经济财富也好，图自保。比如说你是做投资的吧，这个时候不图的是经济业绩，对不对？你能保住这个职位就很好。是，对，所以这个时候是流年不顺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对，虽然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可是我的老板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些工作责任，好像这些工作范围会就是 high priority projects、high visibility project， 然后就会重要项目整给他个对几乎很多部门都会知道那个做项目的进展和结果，所以如果出差错，我也是对我不是很有利啦。可是我觉得老板还是给我这个机会做了这些项目，今年只是会常常会被上司和同事或者别的部门就有一些挑战了这样子。那这样还算好的。其实挺好的，我觉得任何工作机遇挑战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在工作中哈，尤其是我觉得我们这个 Ada，其实老板是蛮重用他的。其实这是一个机遇之年啊，对，机遇之年。那确实给你更好、更大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人会有压力哈。那你做的不好也会担心哈。那其实把握机遇，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加的谦虚谨慎哈。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工作做好，反而能够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把一项本来可能是流年不顺的这个事情，变成流年能够在流年中做出一些成绩来都有可能，因为有这样的机遇。师傅，我也想请问师傅，那我的健康真的很不佳，今年我从来没有生病1个月之久，就好像不是流鼻涕，然后就咳嗽，然后就发烧，然后就肚子痛，就莫名的很疼，对，就一直生病。就你然后说的时候，我也是感觉你哈，就是你的右侧腹部呢会有一些经常不舒服哈。反正在流年不顺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基本上宏观上来说还算能保得住事业，保得住家庭，或者是你没有乱投资，这都算就很好了哈。那你这些如果感冒类的话呢，也还好。就算是因为感冒，它都是临时性的哈，过渡性的，过去那些天就好了。所以流年不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干啥都觉得不是那么顺畅，不是那么潇洒哈，就是这样。所以在流年的时候呢，我们一个是还要努力工作，要非常努力的工作，但是在心理上要做到，说我努力工作，但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哈。对，但是你还是要积极努力的工作才行，才能保住该保住的东西。说流年不利，比如说乱投资啊，要和上司吵架呀、等等的，那就麻烦了。那这一个不利就可能会破产呐、倒闭呀、或者是失业呀、那就麻烦。我觉得你做的还是很理性，还是不错的啊。那你这个问题说出来呢，我也希望是说，通过我的祝福呢，就让你那个有容易得病的这个部分让它消失啊，获得健康，获得吉祥顺利，好吧？感恩师傅。不客气。好，讲得很好哈。我们现在线上也是有一些网友们在留言呢，就是他们那个流年遇到的事情。有一位煤炭，他说是新加坡产糖的凤纯属虎，今年就是犯太岁嘛。明天正好是他51岁生日，可是也是他离职的日子。离职的，就是工作离职1个月前接到通知说被公司裁员，被裁员，而且他在这家是个美国 IT 公司工作了23年。
哦，接到通知的时候非常的难过那肯定。啊，对，所以现在就是有点沮丧了，他就哦，遇到这个问题。那就听他说一说吧。看看他在在在对，他在，啊，speaker，OK，他叫啥？煤炭，煤炭。法名叫凤纯。煤炭该你讲了哈。您可以开一下麦克啊。我在， Hello，师傅好，哎，你是煤炭吗？我是凤纯，啊，凤纯哈，好，弄错人了吗？是他，他，是他好的，好的，是我好的，是我好。哎，对，都您先请你讲讲你的故事。是师傅，我1个月前接到公司的裁员通知，所以挺难过的，因为我在公司服务了这么久嘛，而且我也不是就是那个因为公司裁员以前的那个怎么讲呢？他们选人的方法就是表现比较不好的，可是我的表现一直以来都很好，所以这次他们选人是以国家来选的，而且以薪金比较高的来选裁员的那个，所以我就被选中了。他们太不合理了啊！你拿这么高工资还给辞了，太不像话了啊！所以咯，所以有一点愤怒，一点失望，该愤怒。小开始会，因为在怎么讲，我在公司也是很努力的，很努力的哈。哦，请问你属什么的？我属虎。属虎啊。恭喜恭喜哈！这个25年的时候，你也是受罪的命哈。是，所以我也是点了很多灯啊，在禅堂点灯做功德，可是我还是被裁了。对，因为你这个属虎呢，这个属相哈，今年也是双犯太岁，一个是害太岁、刑太岁。像刑太岁的话，通常直白的来说，可能会容易引发一些纠纷啊，或者是官司类的哈。那你这种被裁呢，可能也算是这一类。还有害呢，是对你不利，这个能量直接打击你，就是直接辞掉你啊，所以是对你害的够厉害的。是。害也代表着陷害哈。所以你看你这个属相，我是说刑克什么冲犯之类的，到时候跟着一起受苦啊。还好，你的这个存款都有吧？你不应该说挣钱都给花了吧？他说公司给了12个月的消散费，遣散费。对，我有遣散费。遣散费省着花。我知道了。师傅，那想请问，因为我今年也，我这一笔钱我要怎么处置呢？我应该储蓄起来还是拿去投资？我刚才讲前面那位师姐哈，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尽量在今年的话，像你这属相哈，一起跟着受苦的属相呢，就不要去投资，不要做任何有一丝风险的事情哈。不管投资人是说你这个保证没有风险，你看看这10年以来，我们这个数字一直往上爬，像条蛇一样，可站起来了，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哈，别听那个。你先把钱存到你的银行里头，先别动，好吧？好。不要有点现金就痒痒的慌，非要做这个投资那个投资，上当的都是因为要投资的，就观察，多观察之后再说，好吧？好的。你近期呢少去和那些做投资的人去做交流啊，交朋友的哈，他们请你喝茶喝咖啡的，你说免了吧，好吧？本命年不适合和做陷阱的人一起聊天哈。好，那师傅，请问我能很快就找到工作吗？你今年有多？有30岁嘛哈？51岁。加21，51对。51哈，51属虎的话，
我觉得明年你的好运就来了。是的。师傅收到收到。你属虎的，牛是女的，那厉害起来可厉害了。哦，没有了，我是纸老虎。哎呀，你很谦虚了，你很谦虚。就是很多这个老虎，如果是女的，都比男老虎厉害哈。我觉得你也是挺能干的哈。收到。所以明年你的这个好运气就会来了。收到，感恩师傅。所以今年多修行，多帮人，多做功德。对，安全度过今年，但是别投资，好吧？好的。今年不适合交新朋友，不适合投资，不适合做任何尝试性的事情。好的。知道了，感恩师傅。好，祝你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好运连连。收到。这个福气到来。收到。财源滚滚。收到。还有身体健康。收到，感恩师傅，祝好师傅好，法体安康。今天就聊这么多。好的，谢谢。好的。再见。好。再见。感恩师傅。再看看。现在有好几个人都 request 了，看看哈。好，现在看到线上有一位甜心网友，再给您打开。甜心网友。甜心在吗？您可以开麦说一说。师傅好，师傅好，你好。哎呀，好激动，我没想到是我。来吧，说说你的问题。自报家门啊。师傅好，我是一位家庭主妇，今年50岁。50岁。是4个孩子的妈妈。属啥的？我是属兔的。属兔的哈。属兔还好啊。今天我是想谈谈我儿子。好。我儿子呢，今年是19岁，他是属狗的。属狗的。就师傅之前开示不是说，属狗的桃花非常旺。今年哈。对。是有点旺。但是我儿子呢，就去年认识个女孩，然后他认识这个女孩呢，他认识她之后，他整个人也变了。所有的一切就变了。然后他一边读书，放暑假就出去住暑期工，住了暑期工，他就人都不回家了，有钱就不回家了，就跟那个女孩子到处去玩呐，去 happy 呀。然后他就是不回家，然后我和他爸爸呢，有点激动，师傅不好意思。我和他爸爸呢，他爸爸呢很不开心，但是我就一个儿子，就是想找一个有家教好的，人品好的。据我了解，这个女孩好像不是我们父母心意的那个女孩。但我就你们喜欢的女孩，你儿子不喜欢呢？那老实巴交不行啊。我儿子他是刚刚才19岁，他第一次谈女孩，他对这些方面，他就是那个女孩嘴甜，给他不是灌了什么蜜，他就不知道方向了。就是我们还是想他把学业完成他的学业，然后以后起码生活不用愁，不用忧。然后再找一个，请师傅加持，给我吃个好的儿媳妇，人品好的，人缘好的，有家教的。你这多做功德呀啊！我一直都
就从他，我还现在天天在家为他念佛啊、点灯啊，都做了，请师傅给点意见，我应该要怎样做我儿子？我就一直求师傅，把这个女孩让她重新去找个好男孩，离开我的儿子。但是现在好不容易弄回来，刚刚又出去了。他说今天晚上又不回来吃饭。我说好不容易你爸爸接受你，你就回来吃了一餐饭，又不回来了。他这个你也别太发愁了哈，我觉得，从哪个角度看，我觉得你儿子还挺有魅力的。是他就是高，有1.8米，他高高瘦瘦的。你看看，这不就是他本身就是对别人就有诱惑力啊，而是这个你说他这么高这么帅是吧？这个，所以这个属狗的呢，在这个25年呢，就是桃花比较旺啊，所以就是之前我在看的时候，就是狗头上插满了桃花，脱单几率非常高啊。我发现我儿子就是这样，好旺，桃花好，非常旺。对，他遇上个野桃花啊。哎呀，这个女孩，但就是他爸爸不接受这个女孩，就为了这个问题。又不是他爸找的女孩，这是你儿子。关键其实结婚的是人家俩人，或者谈恋爱是他俩，是好是坏啊，就像人买衣服穿鞋子一样，他自己的感受一下。你儿子是初恋还是老恋的？初恋了，第一次。初恋，哎呀，非得招蛇咬一下啊！不是师傅，你不是讲过吗？那个女孩子是属鸡的，我儿子是属狗的，鸡和狗八字不相合啊。所以他们到不了一块儿，这临时哈，都是遇上个烂桃花。说你儿子魅力无穷，也是儿子，他虽然魅力无穷，对别人是有诱惑力，但是他自己也没有定力，哎，所以呢，他非得在当今的人啊，很少谈一次就成的。你看，像可谈了10来个都没成的，啊，对，现在都是一般都多谈几个才能了解，啊，所以你儿子这个19岁哈，这是初练兵啊，对你不用太担心，好吧？哎，我放下了，关键是他爸爸没放下，他为了这件事情，晚上睡觉都睡不好，这头睡的那头，那头睡的这头，都操烂了心。为什么大家？我都开导他了，我说你管得太多了，现在的年轻人。但是他爸爸就是那个古董的那一种，一个直肠子的那一种。对呀，他爸爸那样，今天恋爱，你要新恋爱，你都不要他爸爸，对不对？啊，太古董了，好吧？你这个我跟他在一起，其实我也活得有时候我也活得很累，好彩跟着师傅学了佛法，对，都你要不跟我学，早把他修了啊。我不跟师傅学，我真的很累，有时候都想放弃自己的生命，我都觉得真的好累。哎，不管放了谁都可以哈，自己游泳啊就出去了哈。那香港离海又近，这个先别说那绝情的话，好吧？好赖你们都是有恩有爱的老夫妻，好吧？现在别说你们俩的问题，就是说他爸爸和孩子的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哈。就孩子能这个时候离家出走，谈上恋爱，觉得第一个这小子挺有魅力的。第二个，这小子不傻，对不对？你最后找女朋友还能跑了哈。第三个，他头脑灵活，哎，他能在外头混上饭，虽然回来偷点钱花哈，也还算可以了。19岁就算胆大，能干的。但是这个时候会出现另外一个弱点呢，就这个桃花太烂了，会把孩子吸引的就不读书了，这将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也是很担心这一方面，他爸爸也是这一方面也很担心，就是怕他不好好读书。好的，是这样子哈，你呢到时候再上我们那个学院网上头看看哪个灯适合你儿子哈，能够收下心来，哎，能够开发智慧啊，我最后变成是学业恋爱两不耽误，这样才行，好吧？如果只会恋爱而不会去学业的话，将来前途就可能不太光明哈。对，所以为他点这种光明灯类的啊。我其实点灯，我一直为他，一直都在跟他点，我就为他也操烂了心。对，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就结了婚不生孩子，只养狗呢？
哎，这就是说，狗是有良心的，你让它读书，它就读书；让它恋爱，它就恋爱，是不是？孩子不一样，对不对？你让恋爱的时候，他读书啊，要读书，让他读书，他就恋爱啊。还有说两样都不行的都有。所以，比如说，你可以尝试呢，做那个呃，塑这个千手观音金身哈，好的，希望对孩子是有所帮助。好的，哎，那你有提议呢？今天哈，凡是跟我聊天的呢，我都会为你，让你去免费的哈，我会为你点灯哈，就是让，尤其是药师佛安排该给你哪一种帮助的灯哈，让佛自感恩己决定，师傅，我都感会为你们恩师傅。今天跟我聊天的人点灯祈福，好吧？好的，我之后嗯我会去再跟他点，继续跟他点。感恩师傅，感恩有你。好，那我再提醒呢，别一个是你，一个你老公哈，你跟老公嗯聊一会儿哈，就是嗯别逮着儿子开始骂。不回家赶快发信息说，否则我怎么样，就是威胁他哈，就哎呀，是别，师傅，你真的知道我老公真的烦得很。有时候他以前发信息，他还跟我商量一下，最后他写文章写了很多，他都不告诉我，他直接跟他发给他。不是我儿子，他还是蛮勤快的。放暑假他去做暑期工，做的那个地盘，一个月也有几万块钱。他就哦，挣到钱了，他人不回来了，就跟那个女孩子。他所以我就说回来，能干的，他打电话回来的话，就是拿钱要钱，找他爸爸要钱，所以他爸爸很不开心。所以你跟你老公沟通一下哈，就是你要想让和儿子正常沟通的话，别为这件事儿给闹掰了哈，父子不要翻脸哈。我首差点先第一个，翻脸了，差点都第一，翻脸了。好彩我跟师傅哎，说师姐，完了。咱先听师傅说哈。先停一停啊，哈，好的，我先嘱好的，咐你哈，然后后面人还嗯排着队呢。嗯，第一个，你先保住你自己，好吧？好，哎，你别被那个野桃花给冲晕了。就是说，你要和你儿子保持着正常的能沟通的关系，好，好吧？你好，就说妈支持你啊，嗯妈妈爱你，好吧？嗯，他要零花钱，你尽量给他积点零花钱，我都给哎，呀。对，那就对了，那你就做的对，说明你很智慧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爸爸这个态度呢，希望你呢去跟你老公谈一谈，好吧？都是为了孩子好，就不要去太上心、太伤心啊，担心孩子给废了，也不用这么害怕，要学会沟通。这个好的，青少年叫青春期哈，青嗯春期的孩子呢，他是有能力、有冲动，但是没有做人的经验。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一个爸妈还要支持孩子，但是呢，要给孩子能够做到好好沟通，所以你要花的成本呢，就像你要开电话机，你也得缴费嘛，对不对？花的成本，给他点儿费用，你老公给你儿子正常给点儿费用，不要骂街，这样儿子才可能跟老爸好好聊几句，好吧？好，就说谈对象不怕，希望你找到好的，但是你别一猛的扎下去不回家，好吧？抽空回来，有时候抽空说，爸妈和你们一起吃个饭也行，要这样子，别去用强迫的呀、打压的呀，或者直接就诽谤他说你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坏人，不要说这些比较比较难听的话，啊，所以要保持你们夫妻俩呢，要和儿子之间要保持正常沟通，就是为最上策。花点钱倒并不重要，而且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儿也不一定和你儿子能待多久。你看人和人哈，你刚才说你和你老公你到了一起之后，哇，没想到他这样那样，你觉得不舒服，对不对？嗯，你儿子和另外任何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他能适应吗？他没住一起，偶尔见个面，像一辈子10年吃了一块糖一样，觉得挺甜美的。你真放在一块儿他就可能不甜美了，是觉得痛苦的，就会说这王八蛋是吧？这是个骗子，或者这是个色狼，是吧？就可能会有一些他的一些判断和感觉。当你们横加干涉越多，这孩子就不分青红皂白，就带着女孩跑了。最后绕弯子的事情是你儿子，所以你们现在最明智的事情哈，只做到第一个点，就是
爸爸妈妈和儿子保持正常的交流沟通的关系，一定记住这一点。否则的话，就为这件事儿，这个父子就闹掰了呀，就成仇人一样。他还不知道惹出什么事儿来呢，好吧？那我这里呢也会给你们全家，尤其给这个孩子祝福哈，让佛菩萨呢去警示给他，好吧？好的，好的，非常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这还有更好的女人和老婆在前面等着他，好吧？好的，收到，感恩师傅，感恩。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姑娘是好的，好吧？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师姐的分享。师傅，我们还有很多网友们在排着队想跟你师傅分享他们本命年遇到的事情。就有一位 Michelle Tan 网友，他说今年是他的本命年，然后在健康和工作方面也很不容易。我们来听他说一说。好的。Hello Michelle。Hello， 你好 Michelle。师傅好。你好。感恩师傅。师傅，我是Michelle，然后我的法名是皮汉。感恩师傅。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今年48岁，属蛇。不容易哈。你请讲。Hello。Michelle，你讲。Hello。Michelle，请讲。对，听到吗？听到你那边是不是网络可能有点不稳定 ？Hello Michelle，你好，我们听不到你说话。对，有可能那个网络不太稳定。Hello。你听到吗？那我们听不到就得换人。对，那可能下一次了。下一次吧，咱们再换个人吧。我们听不到你。你听不到我们听到你啊。好。好，下一位。下一位来这个Michelle 有开 OK， 在这个妙琪。好。妙琪来看。喂，你好，妙琪。看一下。你好，妙琪。对。是妙琪吗？是妙琪吗？哎呀，师傅好！你好。太激动了。没事。我是您的弟子，我的生命都是您给的。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我这个没想到拍上麦啊，太激动了。没事。先说一下你属什么？我本人是属兔的，今年51岁。我是一个重症的残疾人，师傅给我很多年的生命，我现在全部身心都在做师傅的，希望能做师傅的化身。我妈妈现在在我身边，我妈妈今年82岁，属猴的，她现在还在照顾我重症残疾。对，重症残疾，师傅给我妈妈还很多。照顾你。对，现在我妈妈就在我旁边，我妈妈很激动。我妈今年属猴，确实是犯太岁，她非常重情感，兄弟姐妹非常多，她今年遭受很大的打击。就是她最关心的弟弟，小弟弟就相当于他儿子一样，是在经受了一个很大的磨难。这里不说了，说，就是说他俩都。今年有段时间差点都过去了，但是他现在82岁，就是因为有师傅这法，我现在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做师傅的这个事业。然后我妈妈现在
我妈妈现在还能照顾我，还能照顾我。我现在我家里所有的师兄师姐都在帮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总之，我最近都是师傅。好的，好的，师姐，也是感恩您的分享啊，感恩分享。好，我们看看还有哪一些，哪一些朋友想要跟师傅分享？就是想分享的网友们，你们可以先在那个留言区留言，这样也是那个获选几率比较大。我们今天是聊就是我们本命年后犯太岁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所以有相关故事的网友们可以欢迎开麦分享一下。打样好，这位打样那样有一位网友，可以试试看。Hello Diana。Diana，您可以开一下你的麦克。好了，开了。你好。可以听见吗？你好，哎，我没想到第一次，师傅好，我第一次尝试直播连线，很近。可以听见吗？您的网线挺不稳定的。现在可以。请说一下你属什么的？今年48岁。属蛇的。我其实就是师傅您说。你的今年过得怎么样？他的网线不太稳。这就是网线问题。听不见你说话了。他还在线上吗？他还在。那你能听到我们讲话吗？他下线了是吧？下线了。他也是网络的问题。好吧。对，我们都是随机选的网友们，所以对大家没有。所以很多的网络并没有保障哈。对。咱要不要选？再试试这个 Michelle， 再试一下，他又开了。刚才他。喂 ，Hello Michelle。Hello，现在好一些了师傅好，老师们好，不好意思，刚才我的网络不好。那我是Michelle，然后我今年48岁，属蛇的，就是我的本命年。那我想跟师傅提醒师傅，我今年的健康也不是很好，就是很容易感冒，然后就很容易咳嗽，然后好像如果一康复了不久，就又在感冒了。然后在7月份我还中了那个冠病，就是对那个 COVID。然后过后我就觉得可能有时候就现在还好，可是我就觉得今年真的是在健康方面就没有这么顺，还有工作方面也一样。因为其实我在今年8月份就离职了。然后现在公司就叫我帮忙，想延长我的那个 notice period， 因为我觉得我所做的就不太符合，因为之前我3月刚加入这个新公司，然后我是做很像比较technical 的工作，可是对技术性的工作。然后在8月份呢，上司就说我没有达到那个 sales 的业绩。对业绩的 target， 然后我就跟上司说，因为其实在应征的时候，我上司已经懂我自己是一个工程师，所以其实这也不是就是说 sales 也不是我拿手的这方面，然后加上公司现在的 sales 也不好，所以就很压力，而且我也觉得这里的文化也不太符合，所以我就跟我家的师兄商量后，然后我就决定离职，然后所以现在这就是我的情况。你看这个你的正好是本命年48岁哈。我在对新年这个运程就是预言讲的时候，就是今年就是一个烽火年嘛哈。
就是容易，就是大家都容易产生感冒啊、咳嗽啊，这个呼吸道、呼吸系统的一些容易出问题哈。对，好，而且你看你呢，正好是这个本命年嘛，还中了新冠啊，嗯并且更麻烦的是还离职了哈，就嗯工作失去了。嗯再找新工作的时候呢，又不太适合，所嗯以再一次离职哈，所以嗯这就是本命年的这个冲煞呀。从冲嗯煞角度来说，这还已经不算严重的了，这不嗯算严重，因为很多是很灾难性的。嗯，嗯，我觉得过了今年就会好很多了啊。感恩所以师傅。对，首先先说要注意修行哈，先保重，好，有一个好身体。你好，才48岁，在当今的嗯，人来说，48岁的话算是青年的啊。好，嗯，收到。对对。另外一个，你也再了解一下这个就业市场上来说，像你原来会的东西，找嗯，哪一份工作能适合于你，容易发挥你的能力的那一块儿的工作。所以你在以后再进行应聘工作的时候呢，就是照着你的比较懂得、比较专业的那个部分去找。好，嗯，对，不要去找那种你不符合专业的。好，嗯，对，感恩从公司来师傅。说，从公司为公司着想的时候，比如说人家缺少一个电工吧，结果嗯，你来，你这是修水管的，它不相符，对不对？所以的话，对，要找到要符合自己，首先你找到自己喜欢和比较嗯，能干的那些工作，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好的，师傅。嗯，到明年春天你的运气就来了。收到，感恩师傅嗯。的加持，对，明年3月份开始，你的好运气就来了。嗯感恩师傅，嗯，好，希望你有一个太好了，美好的未来哈。收到，感嗯恩师嗯，傅，谢谢师好，谢傅，谢你，谢谢老师谢谢你。们，好，谢拜谢感恩拜，师傅，谢感恩谢你师傅，拜是，拜。拜拜。还有吗？啊，师傅，我们有一位 Sylvia 网友留言说，嗯我和家人今年犯太岁，这对我们影响很大。上个月差点发生车祸，非常感恩师傅指点，帮我化解一场劫难。嗯师傅早安，师傅午安。Sylvia 你好。师傅感恩你今年有机会，当你就是上了那个弟子的那个，就是师傅收我为弟子。哦，那今嗯，天拜就是师了啊。在台湾，哦我是慧哦根，哦，你好，你好。感恩师好。傅。那个你是属什么的？我是属猴子，等我属的儿猴。子，我儿子是嗯属蛇，我嗯的女儿是猴子，我先生属哦鸡，就是很感恩师傅给我们指点，就在今年的嗯，时候就是上个月，就在农历7月，我们差点遇到车祸。差点遇到车祸。在你半路讲一讲。就在我们的半路上要接近要到家的时候，突然间有一辆白色的车就冲过来，还好是我的先生我的师兄紧急刹车，就没事。而哦且我的女儿就有一个坏习惯，她不会去，就是我们 b u c k e t 就是放那个 他 safety 不 belt，会去系安全带。系安全哦，不带。系安全带对啊。对，哦等她手上还拿着冰淇淋。哦，哎呦。还好没事，就是啊冰淇淋也没有事，他也没事，全家就是没事。啊就是感恩师傅帮我们，就哦。是指点我们，就是说新年的时候上头香，等还有点嗯灯。我就在那个盂嗯兰盆节也是有去就是参加那个法会，但也是有去，就是就是啊、祭拜的，就是回向给冤亲债主。嗯嗯，对，所以你也在不断嗯。做功德哈。对，嗯不断在做功德，就是听到师傅的指点，感恩师傅。就是有尽量的说，每天都会念地藏王菩萨行咒。嗯还有就是我一直就是想要求职，一直找工作，一直找到很辛苦。其实4月份的时候，其实有找到一个工作，就是跟前面那个师姐一样，就是那个工作环境不适合我。后来
就跟师兄也是商量了过后，没有办法就辞掉那个工作，然后就后来就有机会，就是上了那个师傅的那个收弟子，就去了台湾。嗯所以我现在一直找工作有点困难。哦，你那个会做什么？我是做 program 这一方面，就是项目 program 策划 management project， 对，策划。做项目管理。对，项目管理。所以其实我有去找一些 junior post， 可是每次到应征的时候，他们会提我去比较 higher position 的，但我就觉得说，因为我毕竟已经4年没做工了，我是想从低做起，可是每次要应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给我一个比较高的职位去，然后最近我刚刚辞掉的是那个 program manager。这个项目活动管理。对，他应征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要找一些就是新手入行的这样的职位，对，就是初级的这个项目管理。但是他们可能看了他的简历，非给他一个高级项目管理这样的职位，就不符合。对，就好像做起来可能就有挑战性吧，哈。是，那遇到就说，还好就是有学到师傅，就是让我们就会比较平静下来。以前的我呢，我做工是要有 result， 就是会拼那种，就是有时对，就是有点很像完美主义者。就是过后就是上了师傅的那个大光明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这个性格有改变了，就是说不会说很，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遇到一些同事就不是怎么好的时候，他会喊我，会骂我的时候，我会忍住，不像以前的我呢，我会直接跟他冲了，就是 confront 他。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一直这样给他喊呢？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离职了。这个找工作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因为你要找和你完全对口的工作哈，它确实要花时间。但是你刚才讲的时候呢，我也看了看你的那个背景呢，就是你呢，我说的有点远了哈，像迷信一样，就是你的所谓冤亲债主中有一位，像有个中老年的男生，有点瘦。一个留着一个现代的一个头，两个鬓角这边头发都很少，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可能是你的长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殡葬或礼仪是怎么样的哈，我就是做这么一个提醒啊，对，也就是应该叫祭祀这一块没做好。祭祀祭祀这一块没做好。the ancestors offering ancestor， 就是中老年是差不多是几岁呢？很像70多岁、50多岁。看不清岁数，应该最少是50岁到70岁之间吧，这种感觉就是，只是面相看着也不是很老，但是反正是至少50那个样子，55岁以上的55岁。是说最近去世的吗？不是，不一定，不是，我没看到他去世的这个时代，就是应该说近几十年你的去世的男长辈中哈，他是对你是有意见的啊，就是我只是看到这么一个场景，银色头发吗？他是黑头发还是白头发？白头发，有可能是祖父。10几年，因为我的儿子都12岁了。那你呢？我现在不跟你对峙这件事儿哈。好。就是我提醒到，如果是说你能想得起来，在你的这个长辈之中，
有些祭祀的礼节不够的话呢，你要去补，去补祭祀的这些祭祀啊，应该叫祭祀，对，就是之前无论是你娘家的，尤其是婆家的这些长辈，其实反而是现代人要重视的。那每个人是跟自己父母长大的，都想祭祀是给自己家，这个也不是不可以。但对是女人结婚之后，你的名分是归属在婆家，所以呢，就是婆家的这个长辈，如果去世之后，这个祭祀礼是不可少的。就是就假如说是祖父的话，我其实是有帮他做这些功德，因为师傅我的家庭背景有一点复杂，是因为我爸爸就是有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太太，所以我有可能我亲生父母就是我的母亲的爸爸，我的祖父有可能就是那位祖父，有可能我是真的做不到，因为毕竟没有什么联络，只是说他那时去世的时候是有过去拜祭他。我猜应该是他吧。那你是第几妈呀？你的妈妈？我是第一妈，可是第一妈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就是3岁的时候，妈妈就离开家出走。哇，所以对，这所以怪不得。对，所以我猜想应该不是我自己的祖父，应该是我妈，就是我亲生母亲的祖父。嗯嗯，就是你说他这我不太清楚。高高瘦瘦是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就是他高高瘦瘦。对，有点瘦。有点瘦。对。我明白了，我知道他有可能就是需要我去拜祭对，他。为他做功对德。啊，做功德。他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他和你之间有着血缘的关联的话，就是你作为晚辈，如果不祭拜他，他就不保佑你，不保佑你，你就会容易出问题，是这样。问题是在这里，否则你家里的闲事，我干嘛非要挖去世的人的事儿呢？明白，师傅，我明白，因为我就是也因为是找一个究竟，我就是不知道为哪里对不顺。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障碍，但是这老人家没有特别严厉的站出来的障碍你，但是觉得他会觉得有点失望有点遗憾，有点孤独的那种表情哈。因为我看到过有些是比较疯狂站出来会阻挡的，你这个长辈没有站出来那样疯狂的，像发脾气的这样来阻挡这都没有，就是他就有一种失望。但是他挺孤独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对，因为我是听阿姨说，她小时候，因为就是毕竟父母亲已经离婚了，我们没有机会去看她。即使她鸡放在哪里，我也没有机会知道说鸡放在哪里。第一次有跟我说，可是我必须要人家带我指引我去那个地方来跟他拜了。这也是我一个遗憾。哎呀，为他供佛。但是呢，我觉得呢，可以通过禅堂或者是禅修网站上去，就是为他去供佛，也是可以的。我们只是顺便一提哈，就是你找不到他的坟呢，或者不太方便找人来找他那个坟去祭祀的话，可以在佛前把你的心愿写出来，就等于让佛去帮他是可以。这否则的话，说你找不上工作，还不是最大的不利，那么未来对你的孩子不利。我就是一直拼命的跟孩子他们点灯，就让他们一切就是你光为他们点灯，但是祖辈那么有埋怨的话，那也不行的。明白。你要为你的祖辈这一边去点灯。明白。对，因为今年盂兰盆节，我突然间想到我就是一个imagine 幻想他的样子，就是在我们在诵佛的时候，念佛的时候，就想到他一个样子给他。我会去再帮他点灯。你像那个就是你的去世的长辈对你不满意，希望你去祭祀呢，其中会有一些特征这一个是做梦的时候梦到，
有时候你就没有见过的，你感觉的是某人，就是你的长辈，他做梦是这样。还有之后呢，你的小腿或者脚会发冷或不舒服，发冷、发麻、发酸不舒服，就是与小腿相关的地方。如果再严重、再久了之后，你不去祭祀的话，你就一直到你的大腿到盆骨、腰这里都不舒服，就会这样。对，他会说，腰椎不舒服。对，凡是与你的这个前辈人相关的这种麻烦呢，我觉得它分几个层次哈。最初的时候是脚不舒服，再到小腿，再到大腿，再到这个屁股、盆骨，再之后变成干脆就脊椎出问题。明白，而且我在，对尤其在就是7天，就是盂兰盆节那7天，我就是去常常就是去一起礼拜嘛。我就是头几天的时候，我的脚会觉得很沉重，到了最后对第7天对的，就是第3、第4的时候，就觉得会比较轻松了，就是很多东西就放了，就是因为我对，其实也是有帮我家人一起，就是一起念佛，就是是，观想他们家人就一起这样念佛。嗯，嗯，其实你做的算很好了啊，感谢师傅。就是，但是我说通常这种现象是这样，你都有。有。你都有这个现象的话，就是说这些弥补的事情还想方设法去做。好，嗯嗯，感恩师傅。对，你相信我呢，你在咱们禅堂啦，或者咱们机构之中来点灯，那你信任度不够，可以在任何一个佛教的道场里去做这份功德，我觉得都是有效的。我相信师傅。嗯，好的。所以呢，等做完这些功德之后呢，你的腰腿啊就会觉得轻松，好，感恩就师傅。是这样的。对，因为下面的人在拉你，他这个，所以你感受到的通常就是腰以下。等再严重之后呢，从腰慢慢到那个后背，再到头不舒服，那个就严重了。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孩子就会出问题了，就会。起初去年吧，去年我还没有说真正的在常常做义工的时候，是真的是背痛跟肩膀痛。过后就是有做义工，就是有去开始念佛，这些已经是没有了，只是说有可能就是在你盂兰盆节的时候会觉得会稍微有一点痛啊。嗯。行，那这些为了你呢，找工作也好哈，还有之后的身体健康，再一个就是子女的健康顺利的话呢，就是长辈的这些不圆满的东西，尽量去圆满它好，啊。明白。他这个就是活着的人又是晚辈，不要给长辈和去世的人计较。对，明白。对，因为长辈的那个分离呀、分手啊、情感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但是咱们的身上流着长辈的血液的话，我们就应该去祭祀他，是对的。明白。嗯，好，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吉祥如意。感恩师傅，谢谢师傅。好，我也会为你和你的长辈点灯。感恩师傅。求佛菩萨接引加持。谢谢师傅。好的，祝你一切都好。感恩收到，感恩师傅。谢谢 Michelle。Sylvia， 这是啊 Sylvia，好，谢谢 Sylvia。师傅，我们还有一位 Cecilia 网友，他说：“师傅好，我属鼠，今年犯太岁，就是今年不知道怎么样就一直跌倒，在工作上需要一直去会场开会、检查测试也跌倒，正常走路也会跌倒，有时候跌得还蛮严重，感觉我的双腿都不是我的，真觉得感觉有点倒霉。”他是属虎的嘛哈？对，属虎的也是25年是对。双重犯啊，是，对，所以就是诸事不顺呐。是，他就说他觉得腿都不是他的，一直经常在跌倒，有意好像外。那个腿不是他的。这个词的感觉描述是什么感觉哈？就觉得
就是你的大脑控制和你的这个腰腿之间哈，好像要断开了一样的感觉哈。这种是通常是中风，或者是一些更严重的病的一个先兆哈，这不太好。神经是，因为属虎的呢，在今年呢还是这个刑害啊两个犯啊，对太岁来说哈也挺不容易的哈。所以今年诸事不顺。上线了哦，没有，他就是留了言刚刚。所以这个是这个网友留言哈。对。那看当时我怎么讲的呢？对。叫无端是是非产生牵制制能量，影响情绪。对。确实是如此哈。是。这属虎的不容易。皮肤我还写着皮肤、肠胃和腿脚容易出问题，确实是这样。那我感觉还是对的。所以我正在翻看，就是25年蛇年的运程哈。大家都可以看到属虎的当中的，我对这些就是属虎的健康问题当中的一些解释。对，你看属虎的那个事业呢，这个上头有。属虎的事业呀，多波折，不容易出成就。对，不出成就。对，所以在冲犯太岁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诸事不顺的。还有没有其他网友想聊一聊的？有好几个。有啊，来这个叫我看叫什么？好，我们再来一位这个蔡家纯网友。Hello， 你好，听得见吗？喂，家纯网友，你可以开一下麦克。是我吗？是你，对。师傅，哎，你好，师傅好，感恩师傅。我上礼拜在新北参堂，没有能跟师傅说到话，我一直好想要跟师傅说话。不是，感恩师傅。你现在人在哪里啊？你现在人我在台湾，我在台湾新竹。在新竹啊？对，我上难得星期第一次去上师傅的课。非常的激动。好的，那你上次这个班上课还受益吗？受益非常的大。我现在我每天我其实是7月开始接触就是从7月10号开始走八卦内功，然后我8月有去台北禅堂上课，然后10月再上师傅的课。这中间就是我中间就是每天都看师傅的 YouTube， 师傅的 YouTube 的影片我一个一个看。对，然后我就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这很难形容我的心情，我非常的激动。所以我上礼拜看到师傅的时候，眼泪一直不停的掉耶。我真的非常感恩师傅，就是我接触菩提禅修，对，这几个月以来，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还平静了很多。对，因为原本我很我觉得我很胆小，很会想东想西，恐惧这个恐惧那个。今年我跟我的先生，我先生属虎，属老虎，我属龙，然后今年我们2个都就是发现癌症，然后我属龙嘛，所以我算50岁，然后先生52岁。对，所以你们是2个人是同一年发现癌症还是？对，同一年，就是我4月发现，然后他是6月，就是因为我先发现以后呢，我就叫他赶快去做健康检查，然后他也发现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在就是有朋友知道我们的
的问题之后，他那个亲戚家是一个宫庙嘛，然后他就有说我们是因为祖先可能有得罪人家，然后被人家下咒这样子。然后那个是在我接触菩提禅修之前的事。然后后来我去了菩提禅修之后，我了解到这次上课我了解到忏悔跟做功德，然后供养、布施这些，我现在上了课以后我就了解了，所以我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对，所以对，关键你们两个同一年就检查出癌症来哈，这个确实是。那有没有别的问题？比如说你们有某种饮食偏好吗？还是什么呀？没有我觉得我自己最冤枉的就是我已经吃得很健康，就是算健康啦。就当然假日吃外面餐厅也就算了，平常我是自己煮，因为我是家庭主妇。然后呢，因为我女儿16岁，我从我女儿出生开始，我买的鸡蛋、买的牛奶那些都是就是有机的，我尽量都是。然后洗发乳、沐浴乳我也都不用，就是用好，我是用有机，就是好的。所以我们得知到这个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我觉得很冤枉。洗头发的东西都是用有机的。对，然后吃东西会我不用沐浴更乳，我不用沐浴乳，我是用肥皂，因为我知道洗发精，对，洗发精、沐浴乳它有很多添加其他的嘛，所以我是干脆不洗。对啊，所以就觉得很冤枉，而且我们现在也不熬夜。也就是说，肯定不是因为饮食造成的，对不对？很注重饮食健康的。对，医生说不是因为饮食，医生也这样说啦。对。所以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非常的也不能说不能接受，就是我非常的惊讶，然后不知所措，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才50岁，然后女儿也还小，所以那时候非常的不知所措，然后就是心会很不平静这样子。然后对啊，后来接触菩提禅修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就是我就是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就现在就照着师父的开示，就很多要做功德啊，然后要忏悔啊这些，我就慢慢，然后我昨天又有去那个禅堂登记志工表，我要开始去禅堂做志工这样子。这很好啊，比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更有意义，就是。因为我上礼拜我一直想要跟师父讲话，师父就站在我面前，可是我没有勇气开口。我回来一直想，我好希望跟师父说话，今天终于不是对着那么多人，你也不好意思开口啊。我就一直觉得我怎么这么胆小？对你真胆小，叫谁都受不了哈。但是就是今天真的有这个机会，真的太开心了。好，对，你想问点什么吗？我其实就是我其实想要知道那个祖先的事情，但是已经就是有很多师姐就说啊，其实不用问了，就是做功德忏悔那些，但是我还是很好奇的知道，就是说真的是祖先影响我们吗？我觉得反正这个东西，这种事情没法去对峙啊。就像你像破案的话，它有对峙找证据，对吧？这种事情没法去对峙的事情。但是你这么说一说之后，我再简单感觉一下的话，
这个你的问题不是祖先的事儿，这个是外来的一种侵略。我不知道是你们的前世，或者说你的长辈得罪了人，还是说就是你们得罪了人，比如你先生得罪人，完了之后可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呢，想来剿灭你们，大概这是我的一种感觉。那请问师傅，我该怎么做？我第一次遇到这个，真的？对，第一次遇到这个，就是说，对方用的这些方法可能还挺厉害的，对，因为我们那一位就是他跟我们说是我们祖先被下咒，说他被下了一个什么白狼咒，他是这样说的。这连名字都说出来哈。对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白狼咒，但是对，但是他也是就是叫我们先念经，就是回来先念经，他还没有说其他的。对，但后来我就接触这边，我就没有再去问这样子。对，因为本来就是癌症这个事情是人见人怕的，对吧？你如果没得这个病，医生没告诉你，觉得啥都不怕啊，啥都不怕，没有怕的事情。但是，一得这个病，这个病本身给人压力是挺大的哈。因为至少目前还没有一种药很明确的说把一些癌症能够对治了啊。对，那么像你呢，就是所以听到的人都会怀疑是不是别的问题，而不是病因问题，又不是吃饭问题，对不对？所以的话就是这样，我呢也是在感觉之中呢，我也没感觉你祖宗或者被人下了诅咒，我就是感觉反正你们是在被诅咒之中。对，因为你还要查更祖宗是否在被诅咒，我还没有看啊。对，现在你们在被诅咒之中，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两个破解了。第一个就怎么样破解这样的一个咒，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有什么方法对这个癌症产生效果。你首先看到，因为你不是莫名的还身体健康，也没有发现疾病，就说被人给诅咒了，说给你你也不信，对不对？但是确实身体有了这个医生警示你的这个癌症问题的时候，才会去怕，才会开始说那该怎么办哈。我没有遇到过，就是这个，反正在佛教来说的话呢，当我们产生了很严重的疾病的时候，就是往往都是说去多做功德。我觉得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做功德、做供养、做塑菩萨金身等等的这些，反正能做的功德尽量都做了。而且尽量的能够有机会的话，就是身体力行去做一下。好，我有就是要去禅堂做志工这样子。对，因为在外面你做了什么或者什么机构不一样，我们也不懂。那在菩提禅堂，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禅堂在做什么。对，我们在利益众生啊。好的。我抽空呢，到我在坐禅的时候呢，我也进去多看一看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谢谢师父，感恩师父。我也希望能看清楚，但是能看到疾病和能治掉疾病这是两回事哈。对，所以我是努力去看一看。谢谢师父。但是我也更希望的是说，现在在现场在线的朋友们呢，你自己啊，希望你听到我的声音呢，你的疾病就好了。感恩师父，收到。还有呢，所有的在网上联网的朋友呢，你所有的疾病都迅速消失。收到。你所有欠的外债都消失。收到。不用还了哈。收到。但是人家来找你要债，你还得还。
没有欠债。我每天都有看师父的 YouTube。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能做的部分去做完，那么其他部分就交给佛菩萨了。好的。谢谢师父。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就是人的对于寿命的看法上来说的话呢，通常我们都希望我们是更长寿哈，又长寿又健康，还要富贵。但是也有的一些，我知道的有一些挺好的修行人，这一辈子确实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有的就是20、30岁就走了。那我是觉得是他的使命完成了，是这样。是的。所以我们的对生死的观念的看法呢，也应该重新定义一下哈。就当一个人，这个你的确实是，就是你的使命完成了，就是说你首先是一个有大使命的人，你的大使命完成了之后，可能下一个更大的使命在等着你啊，比如说去解决什么摩羯星座上头的苦难众生，对吧？所以那你就得离开人类，这个是正常。但只是从人本身的亲情、友情来说的话，总是希望我最爱的人能跟我们一起更长寿、更长久，更健康幸福，所以对这个生死观，大家也重新看待一下。对。原本我是很害怕死亡，我也很害怕亲人死亡，但我会胡思乱想。但我现在要学着，我要跟师父多，就是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对，我们其实生死观念的时候，我们会专门有一期呢，会给大家就是这样语音聊聊生死的观念哈。对，其实聊聊之后，很多事情就解开了。好。好。我们讲完这个之后，并不代表说你就不行了哈。就是因为人想到癌症的时候，就会想到去死亡，或者是很短的在人类的生命，是吧？那我也是觉得人类的生命的本身，它是整个人类灵魂大生命当中的一个小小阶段，就是一部大电影当中的2张胶片而已。我们在人类世界最多活180年嘛，所以活180年和50年、30年其实没太大的差异，只是临时那一刻人带给人的情绪的感受哈，其实就是情感不舍嘛。对，在世的人不想走是吧？亲人呢又不希望你走，都是这样的。对。但是早早晚晚，你的亲人都会在那一方，在那边去聚会。我说的你是指大众，都是这样子。好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害怕死亡，也不要害怕轮回。好的。收到。所以我们有使命的话，我们在这门使命完成，就会完成下一个使命，所以对这一份情感和难分难舍这一点来说，就要去看开它。好的。好，我们聊完天之后，希望你的疾病消失。收到，谢谢师父，感恩师父。好，佛菩萨保佑你。感恩师父，谢谢师父。好，谢谢，下次再聊。好。好，给大家聊了还已经不少了哈。我们上来啥都聊哈。所以你看生死啊，这个流年运程啊，
你看流年运还真挺准的呢，是吧？你看去年咱们这给大家聊的这个蛇年的流年，对蛇年运程哈，对，你看几个属相的还真是有点碰巧，基本上对上了，也是，所以这个从历史以来哈，从过去的这些哲人到神人，将这套规律规则总结下来哈。那我呢，个人也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也会去进入禅境去看，就把我看到的一些观点，而不是推理的哈，不像中国是五行术来推理出来，我是这样，有很多是感觉的东西也加进去，这样虽然不完整哈。但是大约这种感觉就是对上了，所以像这个属虎呀，在今年来说，属蛇、属虎、属猴、属猪啊，这些呢就会容易有些不顺利哈。它确实是如此，往往咱们有些是不想提的，是一些名人呐、明星啊，有还出事儿啊，出横事儿，就出在这个本命年犯太岁这个时候，是吧？这光48的这2年要了好几个人命了，像在台湾48的、36的都有，都是在本命年上啊。所以就是名人呢，我们不想多说啊，大家在新闻上都看到了，有些人就议论说，你看本命年就是这样，所以本命年很多盲目投资哈，最后资金呢不是投资了，而是被骗走了。你好不容易心血干了20年哈，不管你是干生意的还是做什么艺术的哈，你到48岁、50岁的时候已经小有财富了，是吧？这笔财富被人骗走了，但是他就忘记了本命年，别乱动，对不对？别贪心，所以呢，大家呢，首先说哈，除了你这个各种本命年啊、冲亥刑克之类这些年来的时候呢，还是在25年哈，属蛇、属虎、属猴、属猪哈，这4个属性啊，首先说不投资，还有呢，在事业上不求高攀啊，还有身体上不图说特别健康，但是保住老本就好，是吧？不投资，不调动工作，不买房，甚至是别在这个年结婚，我觉得这样比较稳妥一些啊。那有这种，就是今年也好，或者过去的某一个你这个流年相冲的这个时代哈，那一年各种不顺利的那个你的经历呢，你可以写给我啊，完了之后呢，再写信给我哈。那邮箱，对，把邮箱读一下哈。对，大家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和分享写到我们的邮箱，驼队803@gmail.com，我拼一下是 TUODUI803803@gmail.com。一会儿我们这个帖文上还有 FB 上都会登出来，方便大家就是查询。贴出来了，就是这个是在那个留言区里面已经贴出来了，然后一会儿帖文上也会更新。好的，欢迎大家发你的故事过来。好，就是如果你有相关的这种故事呢，我们会把你的名字哈，改一下，遮掩一下。但是呢，我们只要是能播的你的故事呢，也一定会送你一个你很喜欢的礼物，好吧？对，也不白用哈。但是有故事分享出来也是个很慈悲的事情啊。对，让大家在这个流年不顺的时候啊，做各种的慈善的事情啊，能够转危为安啊，将这个冲破形害的这个不利的这个年景呢，转为吉祥太平的这个年景啊。对，这是化一切的这个烦恼哈，成为吉祥如意，这是我们的本意啊。所以你的有相关这一类的好的经验和故事，就是你的亲人的或者你的朋友的这种流年不顺的故事呢，如果故事本身又活泼还比较完整的话呢，
通常我就比较喜欢录用，就单一块说啊，流年去了就撞车了，也不是不行，就变成没有故事场景，对吧？所以你和你的亲人之间，你的曾经的对话呢、聊天呢，对吧？这个事情发生的某些细节呢，如果有的话，才成为叫故事，否则变成是一句话，说了一件小事而已啊。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写过来哈。这个邮箱呢，一会儿我们贴在这个 Facebook 上去啊，到那边你就看着完整的这个邮箱了哈。欢迎哈，投稿要快，好吧？哎，越快越好啊，3、2天能收到是最好了。好，最后祝福大家如意吉祥，收到，身体健康，收到，幸福快乐，收到。我们礼拜天再见。好，感恩师傅。好，再见。